美国与日本、荷兰就限制部分先进芯片制造设备出口至中国达成协议。美荷日协议旨在削弱中国建立自己的芯片能力，将把美国于2022年10月采取的一些出口管制措施扩大到荷兰和日本的企业，包括荷兰半导体设备制造商阿斯麦、日本大型光学仪器制造商尼康和半导体制造设备巨头东京电子有限公司。但是吊诡的是，根据《纽约时报》28号的报道，因为其敏感性，三国没有公开宣布该协议，细节也尚不清楚。经常高调宣扬围堵中国的白宫，此次为何异常低调？美日荷建立对华芯片围堵联盟，将给中国的芯片发展带来哪些影响？一起来洞察关键。三国政府都对这个协议拒绝置评，但都没有否认这个协议的存在。日本内阁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稔1月28号对媒体表示，将在国际协商的基础上严格实施出口管制。他以外交事务为由，拒绝透露日美荷三国协商的具体内容。据荷兰即时新闻 NU 报道，荷兰首相吕特1月27号在其每周新闻发布会上称，政府内阁不太乐意披露与美国、日本就新出口限制进行谈判的结果。路透社称，当被问及阿斯麦公司是否需要被告知相关决定以实施新限制时，吕特表示，政府与该公司的沟通也是私密的。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赵明浩则认为，三国政府三缄其口，说明在相关细节上还存在分歧，尤其是日本和荷兰对协议的部分内容可能还有疑虑和不满。那么美国为什么也选择不公布协议内容呢？除了照顾到中美关系之外，美国政府现在强调与盟友合作，但其通胀削减法正面临欧盟和亚洲盟友的批评。比利时荷兰语媒体《晨报》1月27号称，美国的目的是扼杀中国在芯片、超级计算机和人工智能领域的进步。阿斯麦协议再次标志着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时代的暂时结束。我们说，他们要合伙来欺负我们，跟中国脱钩，然后我们去强硬去反推的话，可能就会形成一个叫什么自我预言的实现。本来说这个荷兰和日本，包括我看日本的态度也是有点暧昧，那样的话就可能那就人家就真是一个阵营了。所以说这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多的是比较有耐心，要稳住自己的阵脚。中国外交部连续2天对此作出回应。1月30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美国为了维护自己的霸权和私利，滥用出口管制，胁迫诱拉一些国家组建遏制中国的小圈子，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武器化，严重破坏市场规则和国际经贸秩序。中方对此坚决反对。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破坏全球产供链稳定。国际上不乏担忧的声音，许多企业界的人士都表示，滥用出口管制将制造混乱，影响效率和创新。企图堵别人的路，最终只会堵死自己的路。同日，秦刚外长同荷兰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胡克斯特拉通电话，就双边关系等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秦刚外长指出，开放务实是中荷关系的最大特色，双方要共同维护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维护开放而非分裂、有序而非混乱的国际贸易环境。我想再次强调的是，个别国家出于一己私利，不惜损友自肥，恶意封锁和打压中国企业，人为推动产业转移脱钩，有关霸凌霸道行径严重破坏市场规则和国际经贸秩序，不仅损害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也冲击全球产供链的稳定。去年10月，美国商务部针对中国出口的芯片相关产品实施了有史以来最广泛的措施。此后，拜登政府与荷兰、日本频繁接触，希望两国能和美方协调立场。今年1月中旬，拜登与日本和荷兰的领导人相继举行会谈，直接对两国政府提出要求，限制本国制造商向中国出口最尖端的芯片制造设备。面对拜登的当面游说，荷兰首相吕特当时并未松口，荷兰政府官员也多次表示不会追随美国。然而，身为欧盟和北约成员国，荷兰是美国的亲密盟友，尤其在安全方面对美有极强的依赖性。
而在该事件中最受关注的荷兰光刻机生产企业阿斯麦公司，其技术、设备、零部件等也有不少从美国进口，这也成为荷兰最终妥协的关键因素。Where the oil reserves are define geopolitics for the last 5 decades. Where the technology supply chains and semiconductors are located will define geopolitics for the next 5. It's that important. 就在美国政府持续破坏芯片全球产业链的同时，美国国内相关企业的日子也不好过。1月27号，芯片巨头英特尔公司突然暴雷，英特尔股价受到重挫，开盘时的下跌幅度就超过10%，单日市值蒸发约80亿美元。英特尔所面对的困局，其实不过是美国为其贸易保护主义必将付出的代价。而受影响的也不仅仅是英特尔。事实上，美国在芯片领域的种种小动作，正在反噬大大小小的美国本土企业。据《经济学人》报道，英伟达去年10月就表示，对华芯片出口限制将令其2022年第3季度销售额损失4亿美元，相当于其总收入的6%。而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被视为芯片行业晴雨表的德州仪器，在其最新公布的业绩报告也显示，公司遭遇2020年以来的首次销售下滑，预计2023财年第1季度业绩将不如预期。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世界第3大芯片制造设备供应商范林集团，也因为预计在2023财年可能损失数十亿美元收入，而宣布将裁员1300人，未来2个季度还计划解雇1400名临时工。范林集团是少数几家销售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公司之一，特别是用于制造 NAND 闪存芯片和 DRAM 芯片的设备。范林集团发言人表示，由于宏观经济逆风，最近的贸易限制规定制约了我们在中国开展业务的能力。预计2023年全球芯片制造设备支出下降，我们正对自己的业务采取一系列行动来管理成本。而美国芯片巨头美光去年12月也表示将裁员10%。美国康奈尔大学政府学教授莎拉·克雷普斯和牛津大学研究助理保罗·蒂莫尔斯上个月在布鲁金斯学会网站撰文，认为美国在芯片产业的保护主义法规和举措无益于芯片产业的长远发展。短视的本国优先政策有弄巧成拙的风险，肯定会降低经济效率，而且不一定能有效提高供应链的韧性。美国想通过限制半导体的对华出口，保护国内的产业，那我想这是事与愿违，很可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我们说中国的市场需求，那会给美国的半导体企业带来很多的机会，但是呢，美国的现在是对中国卡脖子，那往往它会使这些国内的半导体的企业会失去很多的商业机会。在美国商会等商业团体的压力之下，2022年底，美参议院修改了一项禁止美国政府及其承包商使用中国芯片的提案，一定程度上放宽了涉华芯片合作的相关限制。随后，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和共和党参议员约翰·科宁则一直在美国国会大力游说，希望将涉华芯片限制重新收紧，并企图写入今年的国防授权法案，但遭到美国多个不同领域商业团体的一致反对，包括航空航天工业协会、汽车创新联盟、国防工业协会、无线通信和互联网协会、美国商会等在内的商界团体联名致信美国参议院，指出芯片无处不在，要确定大量电子产品中所含的芯片是否由中国企业生产，成本很高，难度也很大。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指，美国、荷兰及日本官员27号在华盛顿结束了会议，三方就限制先进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到中国达成了协议。怎么来解读新年伊始美国的这个大动作？因为美国呢，它的目的很清晰，需要控制中国芯片产业的上游，就是芯片制造的这些设备。那么这个设备分2大类，目前 EUV 是完全由荷兰控制的。在过去，这个美国压荷兰，荷兰就不愿意。荷兰讲我退出中国市场，它有可能被其他的相关方填补。所以现在美国就把日本也拉进来，就它内部要协调。你也可以讲内部要分赃。制裁中国、限制中国，它是有成本的。这个成本谁来承担？他就来协调这个问题。英特尔公司首席执行官近期在采访当中表示，30年前，美国和欧洲在芯片制造环节占据了全球80%的份额，但是现在只占80%产能都集中在亚洲地区，因此迫切的需要再平衡。那么，刘先生想请教一下，美国现在所做的这一系列动作，是不是就是在做所谓的再平衡？它的前景又会是怎样的？就是美国的
这个再平衡政策里边包含了它这个制造业回归，它在过去的经济全球化当中，它的大量的产业就制造业转移到海外市场了。所以呢，这个成为了美国认为它国力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美国也不打算全面的恢复它的制造业，它是要把那个关键的核心技术这个制造业恢复起来。它主要就是夺取它的这个高端的这个就是设计和制造这2块。3个国家达成的这个协议呢，它实际上是攻这个设备这一块，因为他知道设备这一块是目前中国最弱的地方，我们只能做到28纳米甚至更低，所以他要把高端的14纳米的这个生产的这些控制在他的手里，所以他是应该说他是一种精准的限制中国、打击中国的一个考量。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是有它的一定难度的。目前达成的这协议，其实后面可能还有一些协议怎么落实，然后这里边还会出现一些利益上的一些分化的问题。荷兰跟日本其实心里非常的清楚，对华限制出口芯片相关产品的话，对他自己也会造成很多的麻烦啊。那为什么日本跟荷兰考虑来考虑去，最终决定跟随美国做这件事儿？过去谈全球化，那就是经济超越一切，其他议题都是靠后的。那现在看来，你美国用自己的手段啊，不管是说服还是压服，他至少暂时让荷兰、让日本接受在某些领域要优先考虑安全，考虑这个价值观。所以我们可以讲，荷兰、日本与美国在这些问题上达成了安全议题上的共识和价值观议题上的共识，就超越了对经济利益的考虑。美国实际上他所做的这些动作，是不是也在反噬到国内这些大大小小的企业？刚开始采取打压中国芯片生产这件事情啊，在美国其实不是大家都赞成的，因为美国有一大批的芯片企业跟中国是长期合作的，这样的结果呢，等于是把这个企业的利润收入来源啊也都断送了。但是呢，美国现在就是执意要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要看美国的国内的在政界跟商界之间怎么博弈，这个我觉得还不能马上就说有一个结果。对于美国国内来说，市场的反应、资本的反应和政客的反应，他们是不一样的。是，因为在这个中间，中国如何把自己关于芯片产业或者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战略布局，能够与相应的各种环节结合起来，就变成我们能不能突破中美这样一个僵局。美国进一步收紧对中国芯片以及芯片制造设备的出口管制呢，也从内地扩展到了澳门。不光是包括设备，还有技术，甚至是美国人相关的这个美国人都受到了限制。那您怎么来看美国的这个动作？今年呢，2023年，它基本上调整了战略，就是精准打击中国的高科技产业。那么高科技产业又是抓这个核心技术，核心技术美国领先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凡是他认为不利于他这个关键技术的这个领域或者行业呢，只要是他判断认为是一个需要打击的地方、地区、行业，他就要采取措施。从这一点来讲呢，我们应该提前做好事先准备。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关键洞察力，我是洪硕。1月27号结束的谈判当中，美日荷3国就限制向中国出口部分先进芯片制造设备达成协议。对此，日美颇为担心。共同社29号报道称，关于日本与美荷合作的相关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预计将受到限制的是日本半导体制造装置出口。日本在这一领域拥有优势，在全球销售额前15名当中占据7席。中国是主要购买方之一，出口管制或将对日本企业造成打击。相关企业也已感受到了寒意。有日本相关制造商表示，即使自己公司的装置不在管制之列，如果中国的设备及投资减速，也将间接受到打击。沉寂多年的日本芯片产业为何被美国相中，并被拉上牵制中国发展的战车？日本又真的有能力在芯片领域实现弯道超车吗？作为芯片强国，日本拥有世界第2大 NAND 闪存制造商凯霞、最大的图像传感器企业索尼以及功率半导体企业瑞萨等。但令人意外的是，日本在芯片制程方面却是相对落后的，其最先进的芯片制程仅40纳米，落后竞争对手10到20年。而美国英特尔公司最先进的芯片制程是10纳米。那么，为什么日本政府将重振芯片制造的突破点放在2纳米上？其实，芯片制程指的是集成电路内电路之间的间距。
具体来说，就是晶体管结构中栅极的线宽及纳米工艺中的数值，宽度越窄，功耗越低。随着芯片技术的发展，芯片制程已经可以做到2纳米。2019年，台积电便宣布启动2纳米工艺的研发，预计将于2024年进入批量生产。但是，2纳米工艺的开发量产并不容易。目前，三星、台积电和英特尔均在2纳米方向投入了大量的人员和资金，计划在2025年实现量产。相关数据显示，7纳米制程工艺及研发费用就至少需要3亿美元，5纳米制程的工艺平均需要5.42亿美元，而2纳米制程的相关成本可能就要达到10亿美元。美国此前为本国的高端芯片研发投入资金高达500多亿美元。然而，日本政府此前公布为梦之队提供了700亿日元及5亿美元的资金支持，资金投入显然不够。所以，日本想要从40纳米跨越到2纳米，实现弯道超车，面临极大挑战。尖端芯片技术需要芯片设计、芯片制造、材料、封装等全产业链支持，这些产业链在全球分布十分分散，独自攻克尖端芯片技术，目前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日本的优势在芯片材料行业，独自攻克尖端芯片技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日本公司联合美国的企业 IBM 共同研发2纳米技术 ，IBM 虽然声称已经掌握了2纳米芯片的研发技术，但是美国在历史上这种战略技术很少交给日本。尽管日本想要在2纳米领域实现跨越发展难度很大，但在芯片生产的专用细分领域，日本始终牢牢掌握了上游的核心技术，很多方面都是遥遥领先。据悉，在芯片生产的上游产业链必须的19种材料当中，日本企业在14种材料中占据的市场份额都超过50%，芯片细分领域的技术实力强悍，并且索尼在 IC 元件领域绝对领先，东京电子也是全球第2大芯片设备制造商。因此，有评论认为，美国将日本拉上抗衡中国大陆的行列，也正是看中了日本在芯片领域的优势明显。去年3月，美国就提出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组成所谓芯片4方联盟，以加强芯片产业合作，寻求实现芯片生产闭环，并将中国大陆企业排除在外，企图围堵我国芯片发展。然而，出乎拜登预料的是，日本对于是否加入美国对华芯片限制队伍还心有顾虑。印度《欧亚时报》就点出其中的原因所在，那就是无论日本、韩国还是中国台湾，都在大陆半导体行业有巨大的投资，更有苦心经营多年的庞大市场。可以说，这些地区的芯片企业能够成为行业巨头，离不开大陆的市场。此时放弃这么大的利益，将配套产业全部搬去美国，无异于自废武功。而且，将来的发展也将受制于美国政府，因此不愿与大陆脱钩。半导体行业是资金密集行业，对市场的依赖程度很高。半导体几十年的发展历史已经表明，单靠政府补贴输血起不到促进产业发展的作用。美日这个时候对华管制，自动放弃中国的部分半导体市场，在全球半导体产业衰退的时刻，这是让本国半导体行业雪上加霜，两国企业利润减少，不但迟滞了两国产业发展创新，搞不好还会造成美日间的贸易摩擦，到时候美日对华管制也有可能不攻自破。其实此前在美国要打造这个4方芯片联盟的时候，当时日本看起来是比较积极的，但是并没有一个实质性的一个明确的表态。但是最近，尤其是这次这个岸田文雄前段时间进白宫跟拜登这个会谈了之后，一直到后面这个3方签署了这个联合的一个协议，日本的态度逐渐的明显。您怎么来看日本在这一领域它态度的变化？日本、欧洲对这个什么美国的芯片法案非常反感，就痛斥美国你是遏制中国是假的，剥夺盟友才是真的。我个人推测，美国可能在这些方面呢做出了一定的让步，有了一些补偿性的措施，所以日本这些国家呢才去公开的追随美国。那根据报道呢，中国是日本半导体巨头东京电子的最大客户，也是日本芯片测试设备制造企业爱德万的最大市场。那么日本现在要跟美国一起来卡中国的脖子，日本国内的这些龙头企业会答应吗？他们不会有什么意见吗？刘先生，我觉得我们看这个问题啊，还是要看最本质的问题啊，因为这个事情是美国挑起来，这个对中国采取这样的打压的。如果要让日本来做这件事情，可能他想都不会想，或者说他会采取别的方式来对中国。
所以这个问题的起源在美国。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是说，你美国既然发起了这个对中国的围剿或者打也好，你给这些国家带来什么好处？你能让这些参与进来的国家从美国的发动的这个对中国的包装能得到什么好的利益？这个最关键。不要讲大道理，是吧？各个国家之间实际上它是要算账的。如果他们从跟美国的活动当中得不到利益，而且受损，那他就会跟美国离心离德。我们要站在这个基本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其实呢，日本芯片产业在全球的市场份额占比呢，目前来讲还是处于低位的。但是现在我们发现，近几年它大有奋起直追之势，而且呢，他说要在2027年的时候实现2纳米甚至以下芯片的这个量产。那刘先生怎么来看日本的这个雄心？这个日本的技术在目前全球的布局来讲呢，确实是有所下降的，地位有所下降，无论是规模也好，还是掌握了技术的这个先进程度。但是呢，我们也要承认，日本仍然是技术大国。这个日本的经济的演变过程呢有关联，它最初是以贸易立国，然后到80年代是技术立国。它是完成了这2个阶段，但是在技术立国的后期，它犯了几个比较关键性的错误。在成像技术方面是选择模拟技术还是数码技术，它走的是这个模拟技术，它选的不是这个数码技术，所以它跟美国的距离就从那儿拉开了。任先生，日本在全球的这个半导体行业当中，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日本在19种芯片生产的原料里头，有14种。占比在全世界50%以上，而东芝在晶圆生产上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而日本的历史积累我们也要重视1980年代日本世界占比芯片生产可以是50%，虽然后来因为广场协议，日本确实受到打压，有丢失的30年之说，但日本现在结合它的通产省、重要的东京电子、东芝公司、富士公司，又开始在卷土重来。我们不能说它目前的产品的结果性生产它重要，但是呢，从产品的布局上、原料的来源上和日本产业政策的跟进上，我们要高度重视日本。你觉得日本在芯片领域要卷土重来，它还能够在未来主导整个的这个半导体市场吗？现在半导体基本是个全球化体系，我刚才讲，连美国都做不到它自起一块。那么日本它想干啥呢？我们得考虑日本那个半导体是怎么衰落的。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因素，就是美日关系当时是恶化的，美国对日本不放心，美国把很多技术授权从给日本转投向给韩国。因为当时日本好像出了很多的书，可以说不什么老反美的情绪比较浓。另外呢，这个美国在布局 EUV 联盟的时候，也是20年前的时候，就排斥掉日本的企业，所以这样一来呢，日本就很难。所以他目前的新的想法不是要重新主导，他是要增加话语权，不是要重回主导地位。一段时间以来，荷兰在来自美国的压力之下左右为难。一边是美国盟友在对华先进芯片技术的进一步出口管制上极力拉拢荷兰加入自己的队伍，而另一边则是和中国的经贸关系以及中国可观的市场。这里的半导体生产设备商阿斯麦在最先进的极紫外光刻机上处于绝对的全球垄断地位。几经徘徊，荷兰似乎已经做出决定，跟随美国真的是荷兰的真正意愿吗？美国又为何非要拉荷兰入伙？一起来洞察关键。阿斯麦设备所制造的芯片，几乎已存在于市面上的所有电脑、手机和其他电子产品里。人们熟知的台积电、英特尔等等，都要向它购买先进的光刻机，才能完成芯片生产。放眼全球，目前也只有这家荷兰的阿斯麦公司掌握了最先进的 EUV 极紫外光技术，可以制造7纳米以下的芯片。而上海微电子制造的国产光刻机，目前才达到28纳米。因此，阿斯麦几乎是垄断光刻机行业的霸主，占据了60%以上的市场份额。不仅市场大，而且价格高。阿斯麦目前制造的最先进的 EUV 光刻机，一台可以卖到1.2亿欧元，约合9.4亿元人民币，并且全球仅有它自己可以生产。这种光刻机的技术难度被认为堪比美国登月的阿波罗计划。可以说，尖端光刻机代表了现代工业的某种极致，它由10万多个部件组成，对技术、精细度、速度的要求高到令人难以想象，温度、湿度、光线等都会影响到最终的成败。
除了技术以外，阿斯麦之所以能称霸，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杀手锏——供应链管理。也就是说，它掌握了光刻机制造的大部分上下游产业链。就上游来说，在一台尖端光刻机上，需要用到很多高科技、高精密度的组件，比如德国的蔡司镜头、日本的特殊复合材料、瑞典的工业精密机床、美国的先进控制软件等。阿斯麦的光刻机超90%的零件都是向外采购的。对于这些零件的供应商，阿斯麦都努力抓在手里，并购不行就入股或投资。在2007年之后的10年内，阿斯麦先后大手笔收购了计算光刻龙头公司 Brian、准分子激光器老大 Cymer 和电子束检测设备龙头 HMI， 最后在2017年拿下光学镜头业的翘楚，花20亿买下蔡司公司24.9%的股权。总之，千方百计控制上游。面对下游客户来说，阿斯麦有个奇特的规定，只有投资阿斯麦才能获得优先供货权。这样的合作模式下，阿斯麦不仅获得了大量的资金，跟客户之间还形成了庞大的利益共同体。从这个角度看，阿斯麦能够成为行业的巨无霸，靠的正是全球化，而不只是荷兰的工业实力。它也因此跟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高新技术企业深度嵌套在一起。不过，这也让阿斯麦很难摆脱来自美国的压力。首先，美国在 DUV、EUV 技术方面早已渗入阿斯麦。1997年，阿斯麦加入英特尔和美国政府牵头成立的 EUV LLC 联盟当中。这个联盟汇聚了美国顶尖的研究资源和芯片巨头，其中数百位顶尖科学家共同研究 EUV 光刻技术。根据加入联盟的承诺，美国零部件需在阿斯麦占比55%以上，并接受定期审查。其次，美国通过阿斯麦的上市公司身份入股。目前，阿斯麦的前3大股东均来自美国，合计掌握阿斯麦近30%的股权。美国实现了对阿斯麦资本和技术双控制。阿斯麦的高端光刻机实际控制方是美国而非荷兰，因此阿斯麦也被行业称为半个美国公司。这就是美国为什么能施压荷兰对华禁售高端光刻机的主要原因。不过，美国处心积虑的打压未见得就能奏效。正如阿斯麦首席执行官温宁克所说，如果荷兰不向中国提供高端光刻机，迫使中国自主研发，一旦中国实现突破，阿斯麦就失去了中国这个大客户。荷兰的芯片业专业人士说得更直白，阻止阿斯麦向中国销售 EUV 设备，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伤害中国企业，但从长远来看，这是微不足道的。美国能够阻挡5年还是10年？如果美国想要保持它在科技领域的主导地位，它需要跑得更快，而不是一直试图阻止中国。在科技日报评选出的2022国内10大科技新闻中，排在第1位的就是关于我国芯片领域的新突破。清华大学任天令团队利用石墨烯薄膜作为栅极，首次制成栅极长度最小的晶体管，其等效的物理栅长仅有0.34纳米，成功突破了1纳米以下栅长晶体管的技术瓶颈。2022年，长江存储又宣布实现了232层3D NAND 的闪存量产，成为了目前全球第一个能够实现200层以上3D NAND 量产的厂商。接着，又从长电科技传来好消息，中国芯片已经成功实现了4纳米高端手机芯片的封装。与此同时，从国家知识产权局也传出好消息，华为公司在 EUV 光刻技术方面也取得了新专利。这项专利涉及 EUV 光刻机的反射镜、光刻装置及其控制方法，意味着我国在高端光刻机领域又有了新突破。Where the oil reserves are define geopolitics for the last 5 decades. Where the technology supply chains and semiconductors are located will define geopolitics for the next 5. It's that important. 美政府再对全球芯片供应链出狠招，为拉拢荷兰及日本，经过多轮闭门协商谈判，就限制先进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到中国达成神秘协议。3国为何对此都秘而不宣？这项针对中国科技发展卡脖子的措施，是否就真的能让美国受益？美拉小圈子搞对华技术冷战，中国外交部对此回应称，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武器化，严重破坏市场规则和国际经贸秩序。滥用出口管制将制造混乱，影响效率和创新，企图堵别人的路，最终只会堵死自己的路。Issues several countries are involved. It's not just between the Dutch and the Americans. So it's a complex situation. It involves multiple companies, highly complex supply chain. So I think this is all very sensitive. 一直坚持不对华芯片进行出口管制的荷兰，是否会迫于美国压力选择妥协？荷兰阿斯麦公司 CEO 温宁克直言，
在美国的压力下，我们失去的已经够多了。为何荷兰芯片企业高层直呼对华限制是徒劳？面对美国企图筑起的科技高墙，中国科技企业将如何自主创新、奋力突围？美国拉拢盟友日本，共同遏制中国半导体发展。沉寂多年的日本芯片产业为何被美国相中，被拉上牵制中国发展的战车？日本多家芯片公司正在突破2纳米技术。失去中国市场，未来的发展是否蒙上阴影？那在这个问题上，相比日本的相对积极，其实荷兰呢一直是比较消极的。在去年的12月，包括今年1月，荷兰的经贸还有这个发展合作大臣也多次的表示不会完全照搬美国的政策，不会盲目的跟随美国的政策，但这次还是跟日本连同美国签署了这样一个协议。荷兰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心理状态？荷兰首先是一个小国。小国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政治当中的地位虽然想争取独立，但实际上常常不得。荷兰当然在产业上来说呢，并不是那么多元化的，因为毕竟是个小国，而芯片生产的基本设备、光刻机可以说是荷兰重要的一个出口产品。因此从国家的国际市场利益和像阿斯麦这样重要的光刻机生产企业来讲，当然不愿意从它最重要的市场之一中国市场退出，但是小国毕竟是小国我们有一句通俗的话，虽然被批评，但是有道理的，叫小国或者弱国无外交。无外交，对，原因在哪里呢？因为它在国际政治上的影响力实在是很有限的。荷兰要选边站的时候，无论是荷兰的贸易工业大臣，还是阿斯麦的 CEO，都不得不痛苦的选边。那我们知道，此前美国是不让它卖给中国 EUV， 现在据说是比较老的那一代的这个 DUV 可能也会在限制出口的这个行列当中。刘先生，您就怎么分析？我觉得这个问题分2头来看。一方面呢是荷兰迫于美国的淫威，是吧？不得不服从美国的要求来这个选边站队，这是前面2位已经分析的。但另一方面呢，我觉得也存在一种可能性，就是逼着将来的这个荷兰这企业它更多的选择自己的技术专利，因为它现在受美国制裁，主要是它的这个SMC 生产的这个好多这个光刻机用的是有美国的专利在里边，那么将来我就不再用你的，避开你美国的这个专利技术，完全是搞自己或者搞其他国家的技术，比如德国的、日本的技术，这样呢我就绕开你这个了。这样呢，美国实际上就逼出了一个独立自主研发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道路。中国呢是阿斯麦公司在全球的第3大市场。2022年的时候，对中国的这个销售额达到了21.6亿欧元非常的大，这个数字占其总收入的14%。这么大的一个中国市场，荷兰心甘情愿的会放弃吗？他肯定不愿意。刚才2位老师都提到，谁都跟钱没有仇，但是我们得搞清楚荷兰这个光刻机它怎么来的。我们严格讲，这个光刻机不是荷兰制造的，这是荷兰组装的。那么为什么在 DUV 阶段，荷兰其实是3分天下中间的1/3？到了 EUV 阶段，它是一家独大。这个根子是它跟美国结盟，那个 EUV 的光源，美国只供给阿斯麦尔，不供给什么日本的其他国家的企业。所以理解这个东西，就知道为什么美国的影响力这么大。因为美国如果不愿意、不想来提供这个东西，它的最新的这个光刻机，它就会停产，这叫反向制约，就制约了这个荷兰。所以带着这个背景再来看，对中国的出口当然重要，他当然不想放弃。但是美国想限制的不是这个10%几的全部，是这个10%几里面高端的 DUV， 大概在14纳米左右的这个部分。那么落后一些的，像48的那些东西，它可能不限制，就最终影响呢，可能只占几。那这样呢，荷兰感觉到，想了想，也许还是可以接受的。刘先生，压力越大，反而会倒逼中国发展自己的这个芯片制造产业这一方面，我们会突飞猛进。我们的这种力量是来自哪里？我觉得来自中国人的本性或者民族性。我们的民族是过去一直是世界的文明古国之一，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这场争论的话，我觉得我们汇聚起来，就是中国人在这个弱肉强食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里边，在这个对中国采取这种打击上，我们唯有自己靠自己的力量来
取得我们的应有的地位，这会激活了中国人的这种意识。这种意识我认为是应该肯定的。如果不去肯定这种意识，不去弘扬这种意识，我们会永远的被别人给制住。有人把美国的芯片战比作冰箱装大象，那中国这样一个大象能被装进冰箱吗？中国未来要怎么解决芯片卡脖子问题？自主研发还是走向合作呢？对中国来说，当然是要有两手啊。第一呢，如果是对真正卡脖子的技术而又不可从西方获得，那我们必须要技术突破。但是第二个，我觉得更为重要，因为我们要融入世界当中，我们自己要有个定力，我们是作为万国一邦啊。因此呢，我们对整个其他国家先进技术来说，我们可以引进，我们可以合作啊，我们可以谈判，我们可以共赢。实际上呢，我们存在着两种前途，一种呢就是继续推进国际化、全球化，但是这个呢也会带来难以推进的一面，因为世界上已经在对你形成一种打压包围了，你还在单向式的推进这个全球化，实际上最后你可能会越来越孤立。对于那些关键的是别人给不了东西呢，我们要自己把它做起来，而这一点肯定出入别人，动别人奶酪。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先做好，把自己的实力做大做强，以我的实力来引导全球化。